逻辑是什么？逻辑的本质是什么？问题虽然比较抽象，但仍有迹可循。通过对事物的持续认知，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比如思维规律、客观规律。这是现在的我们对逻辑的定义。显然，这样的定义只是现象的总结，无论效应、原则、规律、定律、原理等等如何描述，仍然只是现象的总结，而不是为什么形成这些现象的本质，比如马太效应、不确定性原理、熵增等等。我们常听到的大道至简，越基础道理越简单，这也是现象的总结。可为什么越基础道理越简单呢？什么基础形成的这样的总结？这些总结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本质？宇宙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的本质，形成各种各样的事物，且事物形成的条件各有不同。显然，这些条件上的不同之处，既是区别于他物之处，又是交互形成的各种限制，也是事物内在或外在的关联所在。这说明事物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我们称这些关联为逻辑，从而总结推理出各种规律与概念，形成文明。显然，在最基础的层级上，逻辑就是事物内在或外在的关联，逻辑的本质及交互的表达。事物形成的条件各有不同，说明事物内在或外在的关联各有不同，即事物的形成逻辑各有不同。这说明不同的逻辑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事物得以形成的逻辑所处的逻辑上的层级有所不同，即事物的逻辑层级有所不同。逻辑的不同即事物的不同，即自组织、自生长与永续性的不同。这也意味着属性就是逻辑的不同之处，逻辑的限制，不同逻辑层级的关联所在，属性的本质及逻辑适用范围的表达。事物的方方面面及事物逻辑的各种不同之处，事物逻辑的各种限制，事物得以形成与存续的关联所在。显然，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是逻辑在起作用，一切都会受到逻辑的限制。比如黄金由金原子组成，金原子由原子核、电子等事物以一定规则组成。显然，黄金的形成逻辑无法直接应用于金原子，更无法直接应用于形成金原子的事物。无论是黄金还是金原子，其逻辑层级显然低于组成金原子的事物。事物形成的条件各有不同，事物的形成逻辑各有不同，事物的永续性各有不同。若事物自身逻辑发生变化，永续性随之变化，这说明事物的形成逻辑决定了事物的逻辑层级，决定了事物逻辑的适用范围。形成逻辑与逻辑适用范围决定了事物的永续性。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宇宙本质的第一个结论：事物的逻辑决定其永续性。宇宙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的本质，意味着无限制的逻辑适用范围。显然，逻辑的逻辑层级越高，交互的参数越少，限制越少，在表达上越简洁，但意味着不确定性越强，越难以呈现细节，给我们一种逻辑层级越高的事物越接近全同的错觉。随着交互的参数的增多，逻辑层级随之下降，限制越来越多，在表达上越来越复杂，意味着不确定性越来越弱，使细节越来越丰富。逻辑适用范围与永续性随之下降，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宇宙本质的第二个结论：逻辑适用范围与永续性随逻辑层级的下降而下降。生命与智慧的形成逻辑，是我们本能的基于属性认知事物，时刻感受着平等与不平等。平等意味着逻辑适用范围非常苛刻，不平等的逻辑适用范围十分庞大。但无论是平等或不平等，只能使多样性丧失，都不可能形成各种各样的事物。显然，宇宙的不偏不倚既不是平等，也不是不平等，既包括了平等，如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又包括了不平等，如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带来的逻辑与限制。我们可以称为非不平等，即不是不平等的；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即非不平等的交互。这种对事物中立且无限制的体系为非不平等体系，如宇宙、逻辑、哲学、数学、科学、语言文字等等。显然，这样的体系皆源自宇宙的可理解性。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宇宙本质的第三个结论：宇宙是非不平等体系结构。宇宙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的本质带来了自组织、自生长与永续性的基础属性。显而易见的，逻辑只能以必然为真的前提去推理，不允许非理性前置，如某某优越性，否则只能得到非理性前置的衍生逻辑。显然，逻辑的不同产生某属性的逻辑适用范围不一定不一致，但产生某属性的逻辑适用范围不一致，逻辑一定不同。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推论：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宇宙事物皆是独一无二的。矛盾是一种对立关系，依附于事物的各种属性而存在。属性的本质及逻辑适用范围的表达。显然，宇宙的交互的本质意味着交互越多，逻辑越多，衍生事物越多，逻辑适用范围越多，由此形成的矛盾越多。显然，错误或悖论属于无视形成逻辑或逻辑适用范围的不同而产生的现象或问题，是矛盾的不同表现。
无视逻辑适用范围的不同，即无视事物的不同，无视自组织、自生长、永续性的不同。比如特修斯之船，如果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显然，这里并未告知特修斯之船的形成逻辑是否包含可替换组件延长永续性。如果不包含，木头无法替换，问题无效；如果包含，替换木头未改变其形成逻辑，特修斯之船的形成逻辑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特修斯之船仍是特修斯之船。这个问题本身违背了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宇宙事物皆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显然新船的形成逻辑与特修斯之船的形成逻辑截然不同，但逻辑适用范围几乎一致。然而由于形成逻辑的不同，必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罗素悖论，这里以理发师悖论为例，某理发师只给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里至少包含3个不同的且有相互冲突的逻辑适用范围，却粗暴地将之融合在一起，必然形成错误的逻辑。比如说谎者悖论，我在说谎，显然这里至少包含2个不同的逻辑适用范围，我与说谎，且这2个逻辑适用范围因缺少关联而完全不相干，无法形成逻辑。宇宙中立且无限制的交互的本质，自发形成低条件的交互优先，带来交互重揽的原则。显然这会在不同的逻辑层级上形成标志，如绝对零度、光速等等。当然这里面隐藏着交互的秘密，也是宇宙最隐秘的秘密。显然交互的本质决定了宇宙必然是可理解的，宇宙不是为了我们方便理解它而创造的。